有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有些人会过那么惨？他明明就有工作啊，有些赚的比我多，但是你约他放假的时候，可能去喝咖啡啦，然后吃饭啦，搞不好约餐厅他都不去。对，他可能我猜可能就是他家境或是家里面的人有跟他拿钱，他就变不够，所以会不好过的人通常是花钱的问题。怎么说？就是说有一些赚的比我多，但是他每假日他都不敢去那种要花钱的地方，他都要去那个不用花钱的地方，例如说爬山啊什么，然后爬山也不敢买饮料，都没有，对啊，所以就每个人他花钱的方式不一样，基本上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说你自己赚的钱自己花绝对够用，绝对够用，不管赚多少都够用，因为你可以控制。但是只要你赚的钱要给别人花，再多都不够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就有一些同事说，每天他都回家吃饭，就是他中午也回家吃，然后晚上也回家吃，早餐又在家里吃。但是他工作一段时间，他还是没有办法脱离困境，那就是家里在花钱，就这么简单。就他没有办法逃离情绪勒索，他就一辈子没有办法翻身。对，要跟那些要钱的人讲说，你人要靠自己，你不能什么都靠我，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扛全部的人。所以这也是要学习不要妇人之仁的这个机会。就是有一种家庭是这样，就是有一个人特别会赚钱啊，其他人他就好吃懒做，他就不赚钱，全部都靠你啊。那个人再怎么会赚都没用。对，有些甚至不是直系血亲哦，甚至是那种旁系的，什么堂姐、堂哥，然后什么堂弟啊，也靠他养，表哥表弟也靠他养，因为一个人特别会赚钱，就全部都靠他啊，其他人好吃懒做，这样没有用。你再怎么会赚都没有用，所以一定要看清说，你要自己先能够帮助自己，你有余裕才去帮别人。你不要说牺牲自己全部都好过，没有这样。对啊，然后其实有另外一个定律，就是你们如果常看新闻的话，对，就是比较没有钱、日子不好过的人，都是一整串穷人绑在一起，就是我们要大家庭，所以我们再怎么穷，全部的人都要在一起，然后大家庭这样快乐。有些人要这样，但是你看那些有钱人，新闻都是播他什么？播大家庭吗？不是，都是播他们要分家。所以为什么有钱人又越来越有钱？就是他懂得去算那个他最坏的状况，就是我一个人能撑多少，我就只能撑多少，我不要去扩大那个支出，扩大那个风险。但是穷人不会算，穷人就是我就是一直赚，然后没有尽头，你再怎么赚都不够。他也不是说什么穷，就是有些他可能是医师、会计师、律师，他还是不够用，他一个月10几20万，他是不够用，他就是所有人都靠他，他就可能不会去算那个成本吧。我是觉得自己的生活也要有财报的，只是你自己心里有数，不一定要写出来，但是心里有数，要有财报，要知道说什么时候是亏损，就不要再继续下去，不是说什么都你扛。所以为什么我看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脱离，就是基本上就是妇人之仁嘛，他没有去设一个停损点，那就无止境的扛下去，当然生活就不好过。不然理论上，就算你现在台湾最低薪资27000，你就算你27000好，对啊，租个房子1万，就是有一些厉害的可以租更便宜，一个人我是说一个人，租一个套房1万好。然后你还有17000嘛？对啊，你一个人17000，为什么不够？你要想说那些退休的人一个月15000他就够了。那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赚4、5万、7、8万，甚至10几万，他也不够？就是他的钱不是自己花，他的钱给别人花。
对，但是退休的人他赚的钱就自己花，他的收入他的那些退休金就是自己花，他不用给别人。然后可能他的配偶啊，本来自己也有退休金，所以就各弄各的。对，所以现在目前台湾它的交通费已经很便宜了，因为已经有 T-Pass 了，有那个定期票了。然后你主要就是吃的问题了，那吃你自己可以选择吃便宜一点，对。那你假设好了，假设你平常都不出去，都是自己煮，那假日是不是就可以吃好一点，吃餐厅啊什么？